被冷落的瓦格纳暂停在巴赫穆特的进攻，俄罗斯正规军要上场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就在外界认为瓦格纳将会在几天内攻陷巴赫穆特之际，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认为，瓦格纳雇佣军似乎在巴赫穆特开始战术暂停，将在俄罗斯正规军大量到达战场以后，慢慢地退到第二线。与此同时，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格任表示，他感谢俄罗斯政府勇敢地给雇佣军补充弹药，但是仍对整个俄罗斯军队的弹药供应表示担忧。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战局，瓦格纳已经在俄罗斯国内开设了42个招聘中心。普里格任还透露，尽管在巴赫穆特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激烈抵抗，但是瓦格纳仍然在想办法继续前进。一天前，普里格任刚刚抱怨说，他与俄罗斯国防部高层的单线联系被完全切断。为了避免瓦格纳不断的索要武器弹药，普里格任直通俄罗斯军方高层的通行证被终止，所有通讯渠道被中断。人们很难理解普里格任为什么一直在通过自媒体大骂俄罗斯国防部。或许这是他能够向军方高层施压，获得武器弹药的唯一途径。看到这里，相信很多网友已经能够闻出一些不寻常的味道了。一方面是瓦格纳想继续在巴赫穆特打下去，另一方面，瓦格纳雇佣军在兵力来源上出现枯竭，特别是俄罗斯政府从2023年1月份开始拒绝向瓦格纳提供重罪犯。如果再结合俄罗斯国防部取消对瓦格纳在武器弹药上的优待，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前景一片暗淡。普里格任可能永远无法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全力支持，因为让雇佣兵进一步做大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虽然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观察可能有所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瓦格纳在巴赫穆特所采取的骑在乌克兰军队肩膀上的进攻战术虽然有效，但不是万能的。瓦格纳采取的以8人小分队为单位实施的有限规模进攻，一步步压缩乌军后方炮火对一线部队支援能力的打法，可极大地发挥瓦格纳雇佣兵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巷战经验丰富的优势。不过，瓦格纳在让乌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时，自己也被严重消耗。这种进攻战术需要士兵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战斗意志，不但无法在俄军中大规模推广，还需要海量的炮弹为其提供火力支援。这对俄军当前比较严峻的后勤保障能力而言是不可持续的。有人会说，瓦格纳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正在被俄罗斯国防部卸磨杀驴。这种观点完全脱离了俄罗斯高层对乌克兰战场的期待。我们一再说过，瓦格纳虽然在某个阶段非常重要，但是不可能成为击败乌克兰军队的主要作战力量。俄军在战场上能否达成目标，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正规军的雄起，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俄罗斯国内民众的尊重。现在看来，普里格任完全不懂政治，把雇佣兵的个体利益凌驾于整个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俄军的利益之上。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进攻虽然有效地消耗了乌克兰的作战力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整个俄罗斯军队战争潜力的消耗。不受俄罗斯国防部管控的瓦格纳，想以俄罗斯正规军争功的瓦格纳，想得到武器弹药充足供应和经济收入优待的瓦格纳，不管过去有多大的贡献，都不应该在乌克兰战场上一枝独秀。现在俄罗斯正规军如果真的要接手在巴赫穆特的战斗，那么至少证明了2点：一是瓦格纳在战场上的损失和弹药消耗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二是俄罗斯正规军有意取代瓦格纳在战场上的地位，这对于整个俄罗斯国家形象和军队形象有着决定性的正面作用。瓦格纳是不是真的还有发展前景，取决于普里格任是否能够认清雇佣军的地位。你是好好打仗发财，还是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俄罗斯正规军的耻辱之上？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应该有总体规划，
需要每个作战力量都能够服从调配，又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瓦格纳不但指挥不动，又居功自傲，在弹药供应和薪资待遇上被过分优待，与俄罗斯其他作战力量之间形成了严重的不公平。所以，俄罗斯军队要雄起，就必须让瓦格纳在乌克兰战场上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至少要降到次要的地位。那么，接下来俄罗斯正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这的确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